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酷的东西，那就是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把深不见底的海洋画成一张张我们看得懂的地图，来揭开它深处的秘密。我们要来解析的就是一个叫做 Ocean Data View 的强大工具。你想想看呢，我们从海里捞上来的资料，那个量真的是多到吓死人。但问题来了，光收集没有用啊。真正的挑战是，面对这片像洪水一样涌来的数位资料，你到底该拿它怎么办？因为你看，这些最原始的资料，说白了就是一堆数字，排在一张好像永远拉不到底的表格里。光用眼睛看，你根本不可能看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啦，重点来了，要怎么把这一片茫茫的数字海变成像这样一目了然的图呢？答案嘛，其实就是靠一个很厉害的专门软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海洋学家们专用的地图神器。强强就是它 ，Ocean Data View，我们通常叫它 ODV，它就是那个能终结这场数据大混战的英雄。好，在我们深入了解 ODV 到底有多神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它要面对的挑战有多巨大。这可不是什么小猫小狗，而是一头真正的数据巨兽啊！你想，资料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有什么世界海洋资料库啦、Argo 自动浮标啦，一大堆。重点是，每一个来源的资料格式都不一样，就像大家各说各话，根本没办法沟通。所以 ODV 的第一个工作，就像一个万能翻译机。不管你给它什么乱七八糟的格式，它都能读懂，然后把它们全部变成统一的标准的格式。整个流程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但非常强大。基本上就三步：第一，把所有资料喂给它；第二，帮你把资料整理得服服帖帖；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把它们变成你看得懂的图。你看，它真的什么都吃，不管是我们平常做的试算表，还是那种气候科学家在用的很专业的 NetCDF 档，ODV 都能把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有条理的资料集合。好，资料都整理干净了，接下来才是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们要来看看 ODV 最厉害的武器——视觉化。他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技术，叫做 DIVA 网格化。这就像什么呢？就像玩连连看，但它不是乱连，而是用很科学的方法去推算出那些空白地方的数值，最后就把地图上那些零散的点变成一整片连续漂亮的彩色图。而且ODV 可不是只会画一种图。它就像个变形金刚，可以变出好几种不同的视图，让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去挖掘数据背后的秘密。比方说，你可以像是切蛋糕一样，把海洋从中间唰的一刀切开，做成一张剖面图。这样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海面一直到海底，温度盐度是怎么变化的咯。或者呢，你也可以画一张表面图。这就跟我们看气象预报的天气图很像，只是主角换成了海洋。你可以看到在某个深度，这一大片海域的温度分布是怎么样的。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ODV 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它不只能画出已经有的数据，它还能帮科学家找出那些藏在数字底下你根本看不到的关联。这个秘密武器就叫做衍生变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聪明的计算机，直接内建在软体里面。有了这个功能，科学家就能无中生有，算出很多我们没办法直接测量的东西，比方说海水的稳定度怎么样，还有跟气候变迁息息相关的海洋里的二氧化碳系统参数，这些超复杂的东西，按几个键就算出来了。好，讲了这么多，但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开始的数据就是错的怎么办？俗话说，垃圾进，垃圾出嘛。那 ODV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它很聪明，内建了一套品管系统，会自动去抓那些看起来很可疑的数据点，我们叫它离群值。抓到之后，它会标记出来，让研究人员决定要不要把它拿掉。所以你看，这点超级重要。对 ODV 来说，数据的品质不是一个附加功能，而是最核心的基础。这其实也就是科学研究的精神所在，对吧？好，聊了半天，你可能会想说，这不就是一个给科学家用的软体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关系可大了，因为它挖出来的秘密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你想想看，我们怎么知道气候变迁有多严重？就是靠 ODV 这种工具去计算海洋酸化的程度。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海域的生态系快挂了？也是靠它去分析氧气和营养盐的数据。甚至天气预报、气候模型要准确，都需要它提供的干净整理好的资料。而且最棒的是，因为它用的是标准格式，全世界的科学家可以很轻易地交换研究成果，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你知道吗？地球上97% 的水都在海里，但我们对海洋的了解可能还不到20%，真的大部分都还是个谜。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如何把那片茫茫的数字海变成真正有用的知识。这一切其实才只是个开始。当我们的视野越来越清楚，你觉得我们还会发现什么更惊人的秘密呢？